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新剧接连上线，生前未播完又出新作，剧迷们欢呼不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徐白。11月23日，我在网上看到一则关于诚意的新剧生前的讨论，说实话，让我有点意外。有人竟然说这部剧扑街了，还是那些毫无水花、悄无声息的评价。听着这话，就像听见一阵落叶拍击在的声音，干脆利落又让人心里浮起一丝不安。要说这部剧真没水花，我倒觉得未必。在此，我想和大家聊聊我的不同看法，顺道介绍一下诚意即将开播的另一部新剧。不要忘了，这部剧拍摄于5年前，时光如水，不知不觉间，这剧的风格、题材、服装设计，甚至剪辑手法都可能跟潮流脱节。你想想，5年前的剧本和拍摄手法，如果拿到现在的观众面前，很可能就像一艘老旧的船，迎面对面的巨浪，难以不被淹没。因此，网友说这部剧的标准降低，我感觉有时确实反映了一种对历史成绩的偏见。要知道，时光就像流水，过去的事情总是难以在当前的环境中找到立足之地。另外，很多观众似乎忽视了这部剧的播出方式空降。相信大家都明白，几乎没有任何的预热推广，播出期间也没有热搜的支持。没看过这部剧的朋友简直就是无从判断，这就真的是有点冤了。粉丝们其实对这部剧还是很支持的，但是眼下的讨论多集中在最近2年诚意新拍的作品上。我觉得这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，谁会把眼光一直盯在一艘旧船上呢？我们都希望看到新船的远航吧。当然，正午的阳光照在积极的一面，也不得不提这部剧在央视播出。央视作为国家级的电视台，不可能随便选择低质量的剧集。说真的，看过这部剧的观众，谁敢说它就是无效播剧呢？诚意在剧中的表现，尽管不同于他以往的那些古装角色，却为我们展示了他在正剧领域的另一种可能性。有人曾说过，选择比努力更重要，这在诚意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我觉得诚意在古装和武侠剧里已经做得相当不错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其他领域的表现就一定差。实际上，我们的观众对于古偶的热衷未必代表着一切。有些同样出色的作品，可能就因为发行战略失误而失去应得的光芒。就像一朵美丽的花，有时即使你把它栽种在肥沃的土壤中，却因为缺乏阳光，仍然无法绽放。说到诚意最近的剧，那可真是让人激动啊！比如我非常推荐的《底线》，里面的表现让我感受到了他表演领域的深度。如果你还没看过，那真是个遗憾。接下来，我想谈谈《英雄志》。这是一个漫长的故事，作者早在10年前便开始了构思，故事情节与角色的塑造都让人期待无比。只要不魔改，真心期待诚意在《英雄志》中的表演。要知道，作者写了10年，这绝对不是一部差作品。武侠圈里对于《英雄志》的评价那可谓是极高，大家说金庸封笔古龙式，江湖为于英雄志。原著粉们对此期待已久，大家也是在默默等待这个武侠盛宴的降临。我时常想，诚意、李一桐、王千源这样的演员搭档，只要故事和角色都对位，哪有不火的道理？另外，除了生前和英雄志，诚意还有赴山海和狐妖小红娘王权富贵篇2部大作，这可是相当让人期待的系列剧啊！希望那些故事能讲好，角色能塑造成功。如今再回头看狐妖小红娘月红篇，总让人感慨万千。虽然那部剧扑街，但现实是
即使遇到挑战，大家的目光依旧集中在之后的姊妹篇上。这种情况就像站在二手拍卖的集市上，总有些旧物被低估，而新的故事总会被人们持续关注。期待《狐妖小红娘王权富贵篇》的发布，我相信热搜和话题度一定会引发一阵热潮，甚至能在一瞬间把话题推到顶峰。那时候，大家看到的可不只是诚意，还有另外一些角色与他并肩作战。说白了，期待总是让人充满希望，我相信这也是每个观众心中的愿望。随着更多新剧的开播，大家觉得期待哪一部剧呢？我个人当然是《狐妖小红娘王权富贵篇》啊，大家觉得呢？这里开个话题，大家的意见和看法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评论区分享，让我们一起讨论。你们的每一个反馈都可能会成为之后剧集讨论的热潮。希望在接下来的剧集中都能看到诚意带来的惊喜，期待和大家一起见证这些作品的诞生。